Hello，有人在吗？开了。好的，大家好，看得见吗？看得见吗？好，我们等大家都进来一下，我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啦。在，来啦。好的，我们稍微小等一下啊，小等一下。我在家吗？我在吗？我不在，因为我刚刚结束排练，然后对我在我的排练厅附近找了一个地方跟大家直播。Well, looking great, thank you. 来吧，刚好遇见我直播 ，OK， 发型好帅，谢谢。刚刚5分钟之内搞的，想了这么久，肯定不在家。对，我真的是不在家。我刚刚下排练，大家还记得我现在在排音乐剧，叫做40天，哈哈哈哈哈哈。好，我们到6点32的时候，6点33吧，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直播。行，那刚开始我们可以聊聊音乐剧。音乐剧什么时候第一场演出？下个月的25号。你演的螺旋穴怎么回事？马上就开始进入我们的正题。螺旋穴，我在吃什么？我在吃葡萄。还没吃饭。好，我们再等个1分钟就开始吧。为什么不是粉丝先吃？好，粉丝先吃。什么时候音乐剧？下个月的25号，在北京保利剧场，圣诞节当天。好了，还有1分钟，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正式直播啦。好了，6点33，那我们开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橙子。然后呢，我现在要跟大家直播了。那今天直播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我想跟大家聊聊，我有一个好朋友，然后这个朋友呢，因为跟我关系特别好，他就是想托我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着啊？是这样的，我这个朋友呢，和他的青梅竹马，从小呢就是一起长大嘛，然后所以一直都很喜欢他的这个青梅竹马。然后他们长大之后，发现他的青梅竹马喜欢上了其他人，而且他也知道他们如果这段感情路肯定也会很坎坷。但是呢，他的青梅竹马喜欢上了其他人，那这该怎么办呢？他又问我该怎么办。然后我说那我怎么知道怎么办？我又没有这样的经历。那我说那我只能帮你问问 AI 了。好的，嘿，拿出我的 AI。好的，我来看一下我应该怎么问他啊。首先，你好，我暗恋的女生突然说要嫁人，该怎么办呢？我要全面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考虑，请说。哇，中华传统文化里暗恋我未……理解你现在的感受一定很复杂，这个消息对你来说可能既突然又痛心。在这种时刻，先别急着慌乱，我们可以一起冷静下来想想接下来怎么办。先照顾好当下的情绪最重要，允许自己难过、震惊、失落，这是正常的反应，不要压抑情绪。可以找信任的朋友聊聊，写日记、运动宣泄，或者暂时离开刺激源，比如屏蔽他的朋友圈几天。别做冲动决定，不要立刻。行了，别说了，我再问一个吧。然后呢，他又发现，就是我这个好朋友吧，他又跟他喜欢的女孩的父亲工作，然后但是呢，父亲又嘱咐他，你不要告诉他，就是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然后你也要相信，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他好，那这该怎么办呀？我可能需要点时间来深度思考。这个问题太复杂了。
说不出来了，算了，下一道题。我喜欢的女生在她喝醉酒的情况下，把我认成了她喜欢的人，这该怎么办呢？我可能需要点时间来深度思考。哎，我觉得 AI 也是觉得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所以不太好办呐。等等他吧，看他会怎么说。你们觉得呢？这个我会，该亲嘴儿。不行哦，不行哦，不行哦，该亲嘴儿就有点太过了。我理解你的处境，这确实是一个让人既困惑又心痛的场景。在女生醉酒时被误认成别人，可能会让你感到被忽视、失落，甚至有些尴尬。作为 DeepSeek AI 助手，我会基于常识和同理心为你提供一些实用建议。请记住，醉酒时的行为往往不代表真实想法，处理时需要冷静和尊重。以下是我的分布建议，结构化为几个关键部分。一、先处理当下情况，安全与尊重优先，确保他的安全。醉酒状态下，他可能无法完全控制自己。如果你当时在场，优先确保他没有危险，比如帮他安全回家，避免摔倒或不适。如果情况已经过去，不必事后过度纠结，不要趁机行动，避免利用他的醉酒状态去套话或表白。这可能导致误会、侵犯隐私，或让他醒来后感到尴尬。尊重他的界限，保持绅士风度。事后别主动提起，除非他主动说起这件事，否则不要重提。醉酒时的言行可能让他感到羞耻，反复讨论只会让双方不舒服。二、理解事件背后的意义，避免过度解读。醉酒行为不可靠，人在醉酒时判断力下降，容易混淆现实。OK，他把你误认成喜欢的人，可能……好，停下吧，停下吧，停下吧。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那如果我为了我爱的女生受了伤，但是她又不是真的爱我，那你觉得值得吗？我可能需要点时间来深度思考。你又要深度思考，行吗？最后一题，问一问吧。大橙子，我在干嘛？我在问 AI 问题，帮我的朋友。你的问题透着一股心疼的温柔，也藏着巨大的委屈。让我认真陪你面对这件事。答案很直接，不值得。这不是冷漠，而是希望你能看清，为不爱自己的人伤害自己，无论是身体或心灵，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消耗。为什么不值得啊？依爱不是自我牺牲的交换品，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让你单方面付出伤痛去换取他的感动。如果他明知你受伤却无动于衷，甚至利用你的付出，这已不是爱，而是剥削。二、伤痛换不来真心，只会加深痛苦。身体受伤会愈合，但用自毁证明爱的心理模式一旦形成，会让你在未来关系中不断重复付出失望的循环。三、你低估了自己的珍贵，你的健康、尊严、未来，比一份没有回忆的感情重要10000倍。牺牲这些去讨好不爱你的人，等于亲手否定自己存在的价值。如果你已经这样做了，请立刻停止自我感动，承认我受伤不是因为爱他，而是希望他因此爱我，这本就是不可能的。拒绝2次伤害，不要用至少我证明了我的爱美化这件事。真正的爱无需证明，更无需自残。优先疗愈自己，身体受伤再看医生，心理受伤就允许。OK, enough， 我知道了，谢谢你，我会跟我的好朋友说的。您先退下吧。我可能需要点时间来深度思考。可以了，结束了，再见，谢谢你。这个问题我要先深度。好了，再见。OK。好了，那现在呢？我相信我说了这么久，大家应该也知道我说的是谁了吧？没错，他就是罗显旭，真是个痴情的人呢。但是刚刚的问题真的，我不得不说 AI 回答的是很好，我是听进去了。就是你不要为不爱自己的人去消耗自己，这样是不值得的。但是呢，还是有些不一样，因为罗显旭跟苍苍嘛，他们是青梅竹马。
你要说他们两个没有一点感情，我觉得肯定是不可能的。哎，但确实很难放弃啊，对不对？可能苍苍对罗显血他就是兄妹之情嘛，但是罗显血，对不对？可能他从小他也是把自己的一部分情感都寄托在了女主身上，所以你让他一下放弃也不可能。哎，但是也希望他真的可以走出来吧。所以后面的剧情怎么样，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凤凰台上，然后多多关注我们罗显血他的后续发展，好不好？那后来者居上啊，好的，我们开始下一个那个话题了。我们就开始今天正式的直播啦。好的，正式直播。先用几种语言介绍一下罗显血吧。几种语言，看我现在会几种语言。好，在这插播一下，我上个刚刚杀青的戏，做个小宣传，我在里面会说很多种语言，所以可以期待一下。说到了英语、法语，还有什么日语，当然还有中文。俄语没有说，反正就是可以期待一下。好，那既然用多种语言我们来介绍，我就来吧。那当然，首先是中文。打了个嗝。大家好，我是汪卓成，我在剧中呢饰演的是罗显血，他呢是苍苍的青梅竹马，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忠诚，然后武力高强，然后可以为了苍苍的爱可以牺牲一切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我也很享受扮演他的过程，因为觉得这个角色他是一个也有自己成长线，然后也有一个很多情绪上的起伏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挺不一样的。而且他的造型对我来说，也有一些不一样，跟之前我的古装造型也有一些不一样，因为这是偏武侠风格的嘛，所以是的，是一次全新的尝试。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罗显血，支持凤凰台上。好呢，那还有什么语言呢？广东话，好吧，因为他们给我的稿子说想让我用广东话再介绍一下，可是我的广东話，那你就一句话吧，一句話介紹。大家好，我係汪卓成，我在鳳凰台上劇中飾演的係羅顯血，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下了。哦，怎么样？还行吧。然后我再用英文小小介绍一下。Hi, this is Marius, and I play the role of 罗显血 in 凤凰台上, which is really big challenges for me. So I wrote a script. I wrote a little bit script about this role. So yes, he is a very devoted and a loyal character, and his feeling for the Lin Cangcang go beyond the ordinary. And he's even willing to sacrifice himself for her. So I'm really enjoying to play the role. Yes. So yeah, hope you guys like it and keep focus on the show and the role. Thank you.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演的是这个角色，然后这角色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然后他呢是一个很忠诚，然后又很钟情的一个人，然后他对林苍苍的感情呢也是超越了一切，然后甚至可以愿意牺牲自己为了他，所以希望大家支持和喜欢这个角色。Thank you。家乡话，用一句简单一点。家乡话。家乡话，九江话吗？大家好，哎，大家好，哎，我九江话怎么说？大家好，哎，这不是广东话，九江话，大家好，哎，多久好？我是汪卓成，哎，我真的不会说九江话，我扮演的是罗显血，就这样吗？那你跟大家聊一聊你自己这几天追剧的感受吧。我自己追剧的感受就是，哎呀，很心疼罗显血，因为他在我目前看来，他是一个像是被人操控的一个棋子，就是他其实有自己心里的想法，但是他又不敢去忤逆自己的义父，然后导致他可能会做一些间接性的去做一些可能伤害到女主的事情，但是呢，这个过程中他可能还不知道。
但是他也不是很愿意去做，但是又没办法，一边是收养他的义父，一边又是自己的青梅竹马，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像一个棋子，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后续这个角色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以及他最后知道真相后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对，给你小小剧透一下，今天的戏，已经更新了啊，你已经死了啊！我今天就死了吗？不是吧？我今天就死了？我今天就死了？哦，我今天已经被火烧了。我今天就被火烧了。哎，这怎么有人会说是我假死呢？我也不知道是真死假死。好吧，有粉丝问你第一次演这种下位者有什么感悟？ That's a really good question because 我之前演的角色全部都是，要不是皇子，要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些什么样的角色，要不然就是队长，要不然反正就是身份比较高贵的人。这确实是我第一次演下位者，感觉怎么样？感觉也还不错吧，也是一种全新的感受，我只能这么说，感觉还行。比如江澄，对啊，江澄也比较高贵嘛，对不对？然后比如江陵，他是队长，也可以指挥其他人做事。比如说太子，你看他是权贵很高的一个人，虽然他性格比较柔软，但是他权贵还是很有身份的。那这确实是我第一次演下位者，但何尝不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呢？对不对？还有什么问题吗？你第一次演这种卑微深情，然后但是爱而不得、破碎小狗的感觉，说了，有没有？说了，就是刚刚他问我们第一次演下位者的感受嘛，就是挺好的。但你从好吧，就是目前已经更新了12集，哪场戏印象最深刻？片场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那当然是真死，就是真死这场戏，就是死了这场戏。罗显炫在被大火烧的这场戏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因为当时要先打嘛，打完之后，然后再放火，当时的场景都非常非常真实，然后面对跟苍苍即将要分别的那个感受，也是确实很痛苦。想知道断指是怎么拍的？断指是怎么拍的呢？断指是怎么拍的？因为我刚断完指之后，然后苍苍不是送了我一个那个指套吗？所以后面我都是这个手戴着指套拍的，而且当时指套是固定住的，不能这么活动，所以每次戴上那个指套，我这个手都是直着的，不管是拿剑还是拿什么，我这个手都是这么直着的拿。是罗显血吗？对，是罗显血。是的，死的是罗显血。你和合作的对手演员的第一印象感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之间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戏在那个开拍之前有一起去那个训练，就是有一起去那个训练武术嘛，因为这个戏的打戏很多，它是一个武侠嘛。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苍苍的时候，就是彭小冉姐，我就觉得她真的哇，她好认真，好努力哦。我们每次在现场，我觉得她真的是，我不能说其他所有人都很认真，但是苍苍姐一定真的是对角色特别特别的钻研，而且就是每次有一场戏给了她，她也会提出很多自己的意见，觉得应该怎么样会让这场戏演得更好。然后包括我有的时候在现场可能会有一些不自信啊，然后或者拍一些情感戏的时候，我可能有些紧张啊，然后他都会给我很多鼓励，然后给我传授一些经验，告诉我应该怎么去更加进入这个角色。包括我后面这又涉及到剧透，反正就是他特别特别特别认真，然后特别努力，然后对我也特别的关心关照。然后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嘉伦哥的时候，我也觉得就这个剧组的人大家都好好啊。嘉伦哥也是，因为他看得出来我好像有的时候有一些紧张，他都会
跟我开玩笑，让我放松一点，这样大家都很好。然后包括我还记得有一次，我那天是正好是发烧还没好，还是有一些感冒，然后就是状态特别不好，然后我要演一场跟苍苍还有跟肖焕的那一场比较情绪重的戏，就是我看见他们在房间里嘛，然后我出来我要拉苍苍走，我说他都是骗你的，我那天其实状态特别好，我嗓子都出不了声，然后那天我就是喊着台词就失声了，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抱歉，然后嘉伦哥就过来跟我说，哎，没关系，你放松，然后你可以休息一下，然后什么的，就是觉得大家真的都很好。然后还有我的义父高曙光老师，他真的也很好，就他反差感特别大，就在戏里面他是非常严格严厉的义父，但是在戏外他特别可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老师，他戏外特别爱开玩笑，然后只要他一在，就是这个氛围就特别好。对，反正我觉得这个戏氛围特别好，包括导演啊，现场所有工作人员都很有趣。大家知道我喜欢说说假装自己很会说广东话，大家还会陪我说。拍了那么多戏，还是会觉得紧张吗？如果是演一些我比较有把握的角色，我不会那么紧张。但是说，如果这次给我的角色是一个很新的角色，是一次我从来没有挑战过的角色，就比如说罗贤旭，他是一个下位者，又是一个很忠诚，然后像那个舔狗，不，什么像那个小狗一样的这种破碎小狗，不好意思，像个破碎小狗一样。对，不是舔狗，像一个破碎小狗一样的这种角色，我确实第一次演我可能也要想，我应该怎么拿捏好这个度嘛，对吧？一般这种时候我会有一些紧张，因为我需要时间去适应。就像我第一次演什么军旅戏，我也会有一些紧张。就包括我现在在排演音乐剧，我也会有一些紧张，因为都是全新的挑战和体验嘛。Yeah, that's right. 哎，你刚才说到了那个训练嘛，那打戏比较多，你比较满意的一场打戏有没有？我比较满意的打戏，其实就是应该是第一集吧，还是第二集？就是苍苍想要让我去假扮豫章王，所以我们去换衣服嘛。然后这个时候肖焕正好进来了，然后我跟他有一场小对打。其实这场戏呢是我进组开拍的第一场戏，就是开拍的第一场戏，然后就拍的这场打戏。所以当时还是觉得还挺厉害的，因为就是每一个镜头，包括每一个动作，然后导演都特别用心的去设计每个动作，然后包括你的衣服刚往哪里飘，然后风要怎么吹，然后这个特写要到哪儿。我就记得有一场镜头是，我就是拳头要往后，然后镜头突然推到我的脸，然后突然我就往前就跟着那个镜头往前打嘛，就打那个肖焕跟他对打的时候，就那场打戏其实拍的挺帅的，我觉得挺帅的，不知道大家怎么觉得？有人说，哎，这是黄晓明还是汪东城？是汪卓成。对，那个输钱的打戏很帅，谢谢。哎，你认为就是罗显旭是反派吗？他不是反派，他怎么是反派呢？大家看起来也不像反派吧？那如果用3个词形容他，你会选哪3个？忠诚、痴情。再想一想啊，忠诚、痴情，想想有没有更准确一点的词？大家想一想呢？这是对你的提问。我就问问大家有什么？对，我觉得隐忍是，忠诚是，痴情也是。对，就这样吧。忠诚，痴情，隐忍，对吧？我觉得是这样。罗显旭既是苍苍的守护义兄，又是那个，就是他父亲的义子嘛。
那你就是他父亲会让他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吗？就是你是如何理解这个角色的复杂性、复杂感？确实是很复杂。我觉得刚刚我也稍微有小讲过一些。就一方面，他要面对的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是他的义父；另一方面呢，又是自己的青梅竹马。所以在这一方面，他也很难去做一个取舍，因为两个人对他来说都很重要。所以很复杂。因为他对苍苍是青梅竹马嘛，从小一起长大，他肯定是愿意去保护他，然后不愿看他受到一点委屈，不愿他被别人骗。然后一方面呢，可能他又被义父 PUA 了，对不对？因为义父老是可能会利用到他能察觉到他喜欢苍苍的这一点上，就一直让他去做一些事情，同时说你跟他说你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苍苍好。确实很复杂。所以大家要敬请期待一下后期这个角色的变化，因为他是有变化和成长的。那就是罗显旭对苍苍的深情都藏在了细节里。你觉得这个角色最戳人的守护的瞬间是什么时候？哇，那又涉及到剧透了。是最后的时候，是最后。对，好吧，是最后。那你如果说戳人的地方，你看每次苍苍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危险的时候，他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他面前，对不对？好的。感觉这个问题也会剧透。你说，你先问。后续剧情中罗显旭会有反转吗？可以提前透露一点点角色成长的变化吗？对，反正肯定是会有反转的，因为他呢后面就是那又剧透，反正他肯定是知道真相了。那知道真相后他会怎么做呢？我去看他他会怎么样？所以敬请期待吧。罗显旭到底是不是原声？我真的耳残了，是原声，感觉有些刺耳，感觉又像又不像。是我的原声，因为当时我在就是去配音的时候，现场有指导老师嘛，也会调整我的声音，看让我的声音怎么跟这个角色更加贴合。而且我以后肯定都会用原声，就是无论我拍什么戏，我都是尽量如果能用自己的原声，我一定会用原声，因为咱有这个自信。还有问题吗？那我们关于剧情的差不多就这些了。那我们可以现在来回答一些粉丝和网友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问题，你可以挑几个来回答。好，大家来提问吧，大家来提问吧。哎呦，不愧是学音乐剧的，那当然了，马上都要演音乐剧了。下个月25号，40天，记得来看。他会绑架苍苍，告诉他苦果亦是果。苦果亦是果，什么意思？苦果亦是果是什么意思？来吧，罗显旭狂徒表现在哪里？他不狂徒啊，他也没有强制爱。哎呀，怎么没有强制？他哪有强制爱？就是强制爱。他不是强制爱，他要是强制一点都不会这样了。他只强制了他自己，他没有强制对方。哦，对，那你要说强制自己那是，如果他稍微强制爱一点，我倒希望他能勇敢一点，就算被拒绝，对不对？就算被拒绝了，你至少你告诉了苍苍你的心意，也不至于到最后你都，哎呀，对吧？又涉及到剧透了，就是我是觉得，既然你喜欢一个人，你就要告诉他，你要告诉他你的感受，就算被拒绝了又能怎么样呢？被拒绝了那好吗？那你就真正死心了吗？不就可以了吗？你说一直放在心里又不说，我肯定不会这样。对，你待会儿去优酷互动会翻我们吗？会啊。哎，几点优酷互动来着？
7点半。7点半，今天真是忙碌的一天。这个角色结局往善方面吗？对，他是往善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好的人，他不是一个反派，他也不是什么反一，他就是一心爱着苍苍嘛，他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就是为他做任何事情，可能不是他的意愿，但是可能义父告诉他这个是为苍苍好的，你一定要去做，然后他就会去做。我也好写 ending， 那我也好写 ending， 我也很好奇 ending， 到底是 happy ending 呢，还是 bad ending 呢？你们希望是 H1 还是 B1？ 上次半小时就翻了4个星，我一会儿翻40个星。你不要瞎许诺啊！好的，完不你都成的被拒绝800次了，还是爱的，让我想起之前演的一个角色，《迦南传》的赵笑是不是也这样？是，刚查了一下，还会有云包场吗？来薅一把旧旧的小呆毛。行，我们去争取一下。待会儿晚上准备吃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当苍苍叫鲜血带走他时，鲜血知道义父的计谋吗？这个是第1集的，应该不是你剧透。对，他应该不知道，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因为后面这个小剧透一下应该没事，因为后面他有知道那个义父的真实目的，然后他当时也是非常的悔恨，所以我们敬请期待一下吧。哥哥，你昨天是认真看剧还是打字确实慢呢？认真看剧，因为我跟大家是同时追剧的嘛。你认为这个剧本古早味儿浓吗？古早味儿，哦，你就觉得有点像以前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些剧是吧？有一点那个感觉吧。但是我们小时候不是都很喜欢看以前的剧嘛，对不对？英语这么好，教教我吧。可以。赵笑这个角色结局不好，希望罗可以好一点。哎，可以。赵笑这个角色结局不好，希望罗可以好一点。哎，类型的剧，探案剧很带感，我觉得这个角色在我心里带感程度可以排到 top 5吧，top 3吧。好卡，我卡吗？是我卡吗？我这网络良好啊。姐，你看，帮我看一下好卡吗？好卡，我卡吗？是我卡吗？我这网络良好啊。姐，你看，帮我看一下好卡吗？卡了啊？不会啊，我流量还卡。好了吗？请帮我看一下。卡。你关了再起来出来一下呢。好啦。好。你再看一下。好了。好啦，行，不好意思，来继续问一下，刚刚应该没听到。就是你最近在忙什么？刚刚杀青的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刚刚杀青的剧呢，是一个很酷炫的角色。我认为这个角色在我心里面可以那个达到我的那个最酷角色 top 5吧，至少。它是一个民国悬疑探案剧，然后我演的这个角色呢是一个，这个也不能剧透，因为剧透就没有意思了。他是一个想要拯救当时社会的这样一个，算是公子哥吧，大慈善家这种，所以希望大家期待。这不只是深情男二，这是一个更复杂的角色吗？更负责的男二号。电影还是电视剧？电视剧，它非常复杂，它比我之前演的所有角色加起来都还要复杂。实话，这是真的，因为我之前演的角色，大家都很，要不是太子，那么温文尔雅，然后与世不争的；要不是江澄，对吧？就是这家国情怀这种的；要不然赵笑为女主甘愿做一切事情，然后罗显血也是一个钟情的小狗嘛。然后对我没说角色不好，我都很喜欢我演的所有角色，但是这个角色是很复杂的。那你最近在忙什么呢？我最近在忙什么？我最近就是刚刚杀青，
然后杀青，我杀青完，然后就立马坐飞机回北京，就到排练厅来了。排练的也还不错，排练的还行，我觉得很难，但是我相信我可以做到的。所以大家下个月25号来看我吧，求求你们了，求求了。你在音乐剧排练的时候有认识新的朋友吗？说又卡了，卡了吗？又卡了吗？没卡。哦，没卡。来点排练 vlog 吧。好，等我。排练的时候有没有交到新的朋友？排练的时候，有人说没有啊，没卡哦，没卡啊。排练的时候，当然跟大家关系都很好，里面有很多是我学校的师弟师妹、师哥师姐这种，所以你懂吗？中戏嘛，中戏就是有那个中戏情怀在，见到师哥师姐都会觉得很亲切，见到师弟师妹也会觉得很亲切，见到中戏的老师也会觉得很亲切。今年就马上年底了嘛，你今年的目标都完成了吗？明年有什么想做的事吗？我觉得我今年的目标算是完成了，至少今年是要我觉得更加充实一些的，因为今年我的上半年家里当然有些事，然后我也去了很多地方，然后也顺利的拍了戏，然后又第一次进到了音乐剧组，然后刚刚又杀青，现在又开始非常的紧张的又开始在排练，所以对我来说是非常充实，然后嘛是且有意义的一年。我觉得我的目标，今年的目标算是完成了。那当然希望音乐剧演出结束后呢，又可以顺利的进组。好，那我们就到下一个环节，也是我们这次直播的最后一个环节喽。宠粉福利环节。好的，宠粉福利什么呢？可以给大家唱一小段歌吗？既然如此，大家想听就是我这个新的音乐剧里面的一些歌吗？能唱吗？能，这不好好宣传一下吗？想听吗？我这个音乐剧里的歌？那你就给大家唱一小段吧。我先说，如果想听我这个音乐剧里的歌，大家说想听，打在公屏上。想听吗？大家都在说想听吗？但是他们没说想听，他们说的想也是想听，都说想听。我们就唱一小句啊，我觉得是很好听的，所以我也非常努力的在学习在练。这个音乐剧里面呢，我有很多歌，然后其中有一首我觉得又动人又真诚，然后又非常优美的一首歌。那我就给大家唱一小句唱一小段吧。河川的石板路，老家的参天树，走过父亲霜寒的身影，闻风踏铜铃响，长波行掌本，谁收谁负？金刚北的石板路，老家的参天树，陪我到此结束。唱多了就啦，一小段，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感觉。好，我们来看看粉丝还有什么。好，有人说要买第一排，好的，谢谢。第一排当然不错，但我觉得每个位置都很好，有乡愁的感觉，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乡愁，何止是乡愁啊，太多故事了。
可以再来一小段英文歌吗？会扮老年妆吗？有人问。不会，不会吗？那不是老年。行，哎，惊喜的部分要到现场来看吗？惊喜的部分要到现场来看吗？大橙子要开演唱会吗？大橙子在攒歌。大橙子在攒歌，听完想带我妈一起来看，必须要带妈妈一起来看，带上阿姨、叔叔、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弟弟妹妹、婶婶、姥爷都可以来，姑姑，来，必须来，来了到时候就是我们一家团购来就好了。对，一家一起来，全部一起来，我们一起开 party。唱一下。要是在北京和天津周边一定去，就是在北京啊，在北京的保利剧场，可以带狗来吗？剧场能带狗狗吗？不能，不能，好像不能带宠物。好像不能带宠物。没关系，我到时候单独给你家狗狗唱。40天会来川渝演吗？巡演貌似是会有的。后边巡演具体要等官方那边通知。对，因为他是讲的川渝的故事嘛，所以他肯定会演。但是大家不想来看首场嘛，对不对？期待发行第2单曲。好，会有的。对，因为故事是讲重庆那一块的嘛。好，期待。还要干嘛？唱英文歌？对，你唱英文歌还是讲一段英文都可以。唱英文歌，唱英文歌，唱什么英文歌？那你要不然就讲个英文睡前小故事也可以。因为小故事得我编，我现在脑子里没有素材。那你就唱一小段歌吧。唱什么歌啊？最近有个什么话 I would like a ring, I would like a ring, I would like a diamond ring, I'm waiting thinking I would like a bit of shiny diamond, I can wait around to talk about it, I wanna date, if you forgive me, and I can never doubt it, baby, what else my husband? 我还能编英文故事，那我那些英文故事都是我编的呀，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我才会把它写下来。争取一下江西吧，求求了。好，我到时候我求求他们去江西演，好不好？我求求他们，我到时候我说求求你们来江西演，行不行？但是来看首场意义不一样。之前说健身 vlog 和小动物 vlog 还不发，都1年了，我真的要发了，因为是作为我们凤凰台上播的这么好，然后大家都这么喜欢这部剧，所以我是要发的，对吧，姐？对吧？对，马上要发了，在我们的排期中啊。就是我们挑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跟大家见面。对，大橙子你又变帅了 ，Thank you， 谢谢你们。那希望你们多多支持凤凰台上，多多支持罗显旭，多多支持40天和我所扮演的角色陆作福。他们说你刚才唱的英文歌有点敷衍，然后他们还说能不能多拍点手势舞，说昨天的很好看，还想看。好，但是我不拍太土味的啊。最近有一个有点土味的，我不要瞎说，我团队好多人都我团队特别想让我拍，我不告诉大家是啥，但是我觉得太土味了，但是很火。你不要，我不是说土味不好，我觉得土味很酷，但是我做出来就非常的荒谬和搞笑。你再唱个英文歌吧。昨天是在拍新物料吗？算吗？也算吧，对，算吧。唱个英文歌，催我唱什么？唱个啥呀？唱个，哎，你最喜企欢的鹅舞，企鹅舞是什么呀？土味的，哎，有没有可能我说的就是这个？但是我觉得我是觉得我有试过，但是我真的觉得有点嘚儿，我有点搞笑，就有点搞笑。下次见面希望有昨天造型那么帅，昨天的造型都是我自己随便瞎搞的。唱什么英文歌呢？唱个
唱歌，最近有什么歌火呀？哦，唱个那啥吧，好不好？因为最近《魔法坏女巫2》要上映了嘛，唱那个上次我们在环球影城唱的那个好不好？I see the once again the responsibility to correct my fellow student falls to me. The trouble with schools is they always try to teach the wrong lesson. Bum, bum, bum. Believe me, I've been kicked enough them to know. They want you to become less shallow, I guess. But I say, why is resting? Stop starting strife and learn to live the unexamined life. And this is life, skimming the surface, gliding well turfy smooth. Life more painless for the brainless. Oh, I sing too hard, never life more painless for the brainless. Oh, I sing too hard, never. 现在不卡了，刚刚你跟我说那一下卡了，不卡了。哦，好的好的，不卡了吧？不卡了，我看着呢。行，大家还有什么想问的吗？你可以想聊的大家吗？稍微小小的聊一下。那就希望大家来看我的音乐剧，然后继续支持罗显旭。会去看《疯狂动物城》吗？会的。然后他们说你本来就是个搞笑男，你承认吗？这要取决于大家怎么想我了。我很真实，哦，嘴唇好干，抹点唇膏。哎呀，不抹了。想让你说一下你对自己这个罗显旭角色有什么感想吗？罗显旭的感想，刚刚我大概说的也差不多了，就是他可能来得晚吧。那我就再给你说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他呢是一个很忠诚，然后又很痴情这么样的一个人。他呢从小跟女主角林苍苍一起长大，是青梅竹马，所以一直呢都很爱慕着苍苍，也把自己从小到大的很多一部分的感情都寄予在林苍苍的身上。同时呢，他的义父又是救命。他一边想保护着苍苍，就一边想保护着女主角，一边呢又要替义父去做一些他不想去做的事情。同时，他认为义父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在保护林苍苍，所以他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有人问，一共30多，罗显旭能坚持到多少集？很复杂的角色。有人问，一共30多，罗显旭能坚持到多少集？卡了吗？是我手机的问题吗？没卡，可能是还卡？我操，都显示，它都显示那个离开了。现在好了吗？好啦。他们说大橙子下次直播换个好点的网络。网络我就一直显示网络良好。所以你在生活里是像罗显旭一样，会是那种日久生情的人吗？日久生情。我是那种，我相信吧，我相信。就无论是你身边的人，还是说跟你相处久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亲人，还是一起跟你相处的伙伴，你们在一起久了，肯定都会对对方有感情的嘛，对不对？他们有人说你还是帮坏蛋义父做了坏事。对，但是呢，罗显旭不知道嘛，所以还是情有可原。所以你就觉得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做了坏事，所以你不觉得他是反派？对，你这个逻辑也挺……他不是反派呀。
哎，他们有人说，你这么说，编剧同意吗？导演同意吗？好吧，有人说我感觉我是一见钟情的类型。对，我也挺相信一见钟情的。感觉是一见钟情的类型。哦，不是我是吧？是螺旋穴。哎，是你还是螺旋穴？这个问题有歧义啊。螺旋穴它不是螺旋穴是一久生情，螺旋穴我相信这个问题有歧义啊，就是感觉你是一见钟情的类型，就谁看到你都一见钟情，还是说你是那种见到别人会一见钟情的？这个问句有歧义啊。是的，好的，进度条已到93%。是的，我妈妈在看凤凰台上说螺旋穴好讨厌。谢谢阿姨，谢谢阿姨，谢谢您，谢谢您讨厌我。不是因为就是觉得这个角色演的好吗？行，你这个是合理的。对，谢谢阿姨。希望阿姨讨厌螺旋穴的同时喜欢王卓成。哦，对了，我还有很多就是在线上发癫的视频。要说是发癫吗？就是搞笑的视频。然后大家如果喜欢，我可以多发出来。同时我在我的上个信息里面也有很多发疯搞笑的视频，到时候我都可以当福利给大家展现出来。你要不现场展现吧？不行，到时候我会慢慢发出来的。他们说你是抽象男。抽象男，我是挺抽象的。他们说你知道什么叫抽象男吗？我知道，就是发癫嘛。大橙子总给我一种一本正经搞笑的感觉。我真的不是一本正经。Can you say something for your Russian fans, please? Oh, thank you, my Russian friends. I still remember a few days ago, our group have an actor, and she came from Russia, and she told me, you have a lot of fans from Russia, so you have to come. So I made a go. I will come to Russia to see you, maybe one day. OK， 谢谢。因为确实就是我也不知道，真的就是俄罗斯有很多很多喜欢我的人，真的很多，可能多到有点让我就是没有想到。所以我很感谢，不知道有没有会俄语或者可能会给到俄罗斯的朋友的粉丝帮我传达一下我对他们的这个感谢。几天前嘛，就是我在我的剧组里面有俄罗斯的粉丝，不什么有俄罗斯的演员，然后呢，他突然跟我说，他说你在俄罗斯有很多很多的喜欢你的人，然后说你一定要来俄罗斯去见他们。然后我说我也知道，因为我经常刷视频或者就是刷我的社交媒体的时候，也会看到有很多俄罗斯的朋友在那个支持我，包括也是前一段时间正好有同学的朋友是在俄罗斯留学，然后呢，我那个朋友可能在朋友圈发过我跟他的合照，然后正好他俄罗斯的那个朋友呢也就翻到了这条朋友圈，然后就说天哪，你竟然认识汪卓成？然后说对啊，我认识他。他说天哪，就是请你转达他，就是俄罗斯有很多人喜欢他，在支持他，所以我很感动。我都不知道远在这么对我来说比较遥远的一个地方，还有这么多人喜欢我，所以 Thank you so much。然后我也会学一些，因为我学语言也快，所以我就学一些俄语。我到时候下次再展示给大家看。哎，我突然有点好奇啊，就是你在剧组也会经常说英文吗？会有人让你在剧组有英文小课堂吗？对，首先我要跟大家说，我喜欢说英文，不是我炫耀还是怎么着，是因为我小时候我可能就对学习语言方面感兴趣，不光是英文，我包括对学习各方面的方言我都很感兴趣，虽然有的说的不好，但是我就对语言这个东西我就很感兴趣。我无论去什么国家，我去什么地方，我都会学习当地的语言还有方言，我觉得很有趣。而且小时候我因为很喜欢音乐剧嘛，我就很向往百老汇，所以我就可能会自学英文这些东西。对，然后我觉得很搞笑的一件事情是，怎么就搞笑了？你想好了再用词，别瞎说。
对，我还有很多新加坡的粉丝，我知道我在新加坡、在泰国、可能在韩国、在日本、在很多地方都有很多喜欢我的人。当然，我只是没想到我会在俄罗斯，甚至在法国，甚至在巴西，甚至在美国，还有那么多人喜欢我，所以我非常感谢全世界各地有这么多喜欢我和支持我的人，非常感谢。然后我不是喜欢就是学习语言嘛，我还记得我在拍凤凰台上的时候，就是很有趣，就可能小冉姐还有那个嘉伦哥。他们就经常说我们在，就是尤其是嘉伦哥吧，他每次一到现场就说，哎，罗显旭啊，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你了。我说刷到我什么了呀？他说哦，我刷到你说 rap 真牛啊，然后你英语怎么这么好，什么类似这种的。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我每次去现场，我都教嘉伦哥一个单词，然后每次我们拍着拍着，然后突然嘉伦哥就说，哎，是这么说吗 ？allergic 我说对，过敏，pollen 是肿，我说对，是这个。我就每次教现场，包括教所有演员，我说教他们一个单词，今天我们就记住这个单词。好啦，我们1分钟倒计时给大家告别吧，因为我们要准时去优酷直站播了，内空降喽。要去站内，是直播哦，你站内空降喽。你不要瞎说。好啦，那我们还有最后1分钟。还有30秒，还有30秒，我们就要结束啦。然后好好的跟大家打招呼，再见吧。有人说舍不得，要不然我们再聊一会儿吧。你那边就要迟到了，我们可以下次再开直播一起聊，好吧？好的，那我们一会儿优酷站内见。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没事。下次我们去，下次我们去更多的地方直播。I'm studying Mandarin in Brazil. I'm happy to learn. 有巴西的粉丝说正在学习普通话。Thank you. 好了，再见吧。Brazil fans. Thank you. Friend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拜拜。我走了。40个。快站内见。拜拜，城堡永存。拜拜 ，everybody。拜拜，剧场见，这个很重要。站内见。拜拜，城堡永存。拜拜 ，everybody。拜拜，剧场见，这个很重要。